最近这个新闻你刷到了吗？英国女孩飞了8000公里来中国看病，这就跟那当年咱们听说，那谁谁谁卖了房子去美国治病一样，现在是反过来了，这就叫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个事儿吧，现在网上那是火得一塌糊涂啊，成了流量密码了。那不管是这个美国的、英国的，还是那俄罗斯老毛子，现在都流行在那个 TikTok 上发视频，拍什么呢？就是拍他们怎么坐飞机来中国，怎么挂号，怎么抽血，怎么感动的热泪盈眶。喂，看得我是又好笑又解气，心里面还有那么一点点的犯嘀咕。这解气是什么呢？是咱们中国的医疗水平终于把这帮眼高于顶的洋人给镇住了。这犯嘀咕的是什么呢？那不少网友担心这帮老外大批的来，那咱们自己看病本来就难挂个专家号跟打仗似的，他们这么一掺和，是不是把咱们的资源给抢了？这个问题问得好这一期呢，我就跟您好好掰扯这个事儿。那咱们先说说这帮洋人不在自己那个好山好水的地界待着，为什么非要折腾来中国看病？这到底是图什么呢？2个字儿，保命。你别笑真是为了保命之前那个美国要封禁那个 TikTok， 结果呢引发了一场中美网友的情报大对仗。这一对仗不要紧把咱们中国网友给看乐了，把美国网友给看哭了。咱们先算算经济账在美国呢，你要是走在这个大街上突然晕倒了，旁边是有人好心给你叫了个救护车，你醒来的第一句话绝对不是谢谢，而是谁给我叫的车呀？为什么呢？因为那哪是救护车呀，那就是运钞车呀。美国的救护车平均拉一趟是1000美元起步，那折合人民币呢就是7000多块钱呀。就在这个路上哇呜跑了20分钟，你这1年的年终奖可就没了呀。那咱们这儿呢200块钱人民币左右，这个差价15倍再说这个缝针咱们切菜不小心切了手，去这个医院的急诊缝2针，打破伤风，顶多就几百块钱吧。但是在美国缝几针少则300-500美元，多则2-3千美元。你要是赶在那儿再做个什么胃镜，嘿，恭喜您10000美元没了，7万多人民币咱们这儿做个什么无痛胃镜，全套下来也不超过2000块所以吧，美国网友那是真羡慕说在这个中国看病真的是白菜价，在美国看病那是要命价。但是这吧，它不是最惨的，最惨的是效率账，也就是这个英国博主艾米遇到的事儿英国那可是号称有着全世界最福利的全民免费医疗，听着是不是特好听看病不要钱。但是呢，有一句老话叫免费的才是最贵的，他要的不是你的钱，是要你的命，是耗你的时间。这个叫艾米的英国大妹子2024年的时候胃疼，那疼的是死去活来去找那个家庭医生。这英国的家庭医生也是个神人只要你不死在这个诊所里他给你的药永远是扑热鼻息，就是咱们的必理痛止疼片。这艾米说我胃疼这医生说回去喝水吃止疼片。艾米说我疼的受不了了我要看专科医生。医生说行，我跟你预约排队吧。这一排呢那就是3个月。你琢磨琢磨胃疼这玩意儿那就是钻心的疼让你忍个3个月，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那搞不好这小病都拖成癌了。这就是西方医疗的现状小病靠扛，大病靠排，疾病听天由命。有一个更多的例子也是个英国博主他的继父病想做这个核磁共振查查这个病因。你猜猜这个英国约个这个核磁病症要多久？26周，半年拍个 X 光片要多久？8周，2个月。这哪里是看病这简直就是那个什么耐力挑战赛这艾米实在是绝望了疼得受不了了。她突然就想起来，我去过中国中国医院快于是2025年的11月底这个姑娘一咬牙一跺脚，买了张机票直飞北京。这叫什么呢？这叫千里走单骑，只会做胃镜。艾米这个姑娘一落地北京那是熟门熟路的直奔医院。到了医院呢，人家以为得像在英国那样子先填个表申请，然后回家等信儿。结果呢，
当天挂号，当天见医生。医生一看，你这胃不行啊，得查抽血、化验、B 超、CT， 那是流水线作业啊。这艾米在这视频里都惊呆了啊，说 Oh my God， 这也太快了吧！没有人喝咖啡吗？没有人去休假吗？这姑娘从落地北京，再到做完所有的检查，确诊病情，再到治疗结束，哎，你猜一共花了几天？13天，不到2个礼拜，全套齐活。而且最后结账的时候，这艾米拿着那个单子手都在抖，她以为怎么也得18000英镑吧，毕竟这是私立待遇啊。结果一看呢，2800块人民币啊，那折合英镑嘛，不到300块。在英国，哎，你要是光做一个内窥镜检查，私立医院就敢要你3000到5000英镑啊！这艾米当时就在那个视频里喊这也太疯狂了吧！连机票加酒店加看病都比我在英国看个门诊都便宜。这个视频一发到这个 TikTok 上，那是几百万的浏览量啊！底下的评论区那都是清一色的中国还缺人吗？请问我也能去吗？这不仅仅是艾米一个人的事你再看咱们东北那边就是黑龙江的黑河、满洲里、珲春，现在那个大街上全是这个拎着包的俄罗斯人。就是自从这个中俄互免签证以后，这帮战斗民族那是拖家带口的来啊。那以前呢，他们是来买衣服买好吃的，去这个洗浴中心搓澡。现在呢，风向变了现在的俄罗斯大妈那是直奔咱们的中医院和牙科诊所。当地的旅游大巴司机都说现在不仅得拉去商场，还得拉去医院。俄罗斯那边冷什么老寒腿关节炎多，咱们中医的那个针灸、拔罐、理疗，对于他们来说那就是东方巫术太神了扎2针，哎，腿不疼了，拔个罐，嘿，腰能直起来了。关键是便宜在俄罗斯看牙那是贵的要死。在咱们珲春种个牙补个牙，技术好价格公道，还能顺便吃顿锅包肉。那这帮老外现在是算活明白了什么西方的先进医疗什么贵族服务到了关键时刻还得是咱们中国的医生靠谱。这就是咱们常说的不看广告看疗效。这波老外来华看病潮呢，可以说是给咱们中国医疗做了一次全球免费的大广告。咱们这几十年的基建狂魔医疗改革那不是白干的呀。那说到这儿哎，可能你心里面的气儿是顺了，觉得咱们脸上有光，但是转念一想吧，这个眉头又得拧起来了。这我也能理解你说咱们老百姓过日子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资源被挤占。哎，你想咱们平时去趟这个3甲医院容易吗？那也是排队3小时，看病3分钟起个大早去排队黄牛号都炒到天价，那也是人挤人，人挨人。哎，这个时候要是再来一帮外国人还都是拿着外币的，那这个医院是不是得把这个专家都调过去伺候他们呀？咱们老百姓是不是更挂不上号了？网上也有人骂凭什么呀？咱们自己看病都难，还给洋人看，是不是又要搞什么超国民待遇啦？这种担心吧，咱们得说是合情合理的。那毕竟那是咱们纳税人供养的公立医院呀，优先服务是咱们自己人，那也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哎，你先别急着拍桌子。今天呢，我给你透个实底儿，这个是吧，国家呢早就给咱们把好关了。这帮洋人来中国看病那不是跟咱们挤在一个挂号窗口排队的，这叫什么呢？这叫医疗旅游。咱们国内的大医院像什么协和中日友好、华西那都有个专门的地方，叫国际医疗部或者叫特区门诊。这个部门哎，跟咱们平时看的这个普通门诊那是2个完全不同的体系。就像是坐飞机，咱们坐的是经济舱，他们坐的是头等舱。这第一呢，号源不冲突这国际部的医生出诊时间它是跟普通门诊错开的，或者是这个医生他利用这个休息时间额外的时间去出诊。国家是有严格规定国际部的规模不能超过医院总服务量的 10%， 这就相当于给咱们画出一条红线，90%以上的资源必须死死的守住，那是留给咱们中国老百姓的，那是10%的小口子呢，才是留给这帮洋人的。所以呢，你不用担心早上去挂号，前面会站着个汤姆或者 Jerry 把你的号给抢了，那是2个池子里的水。这第二呢，也是最解气的价格。哎，你以为他们来这儿享受是咱们的医保价格那是做梦这帮洋人来这儿那是纯自费，
检查费啦、住院费啦、手术费啦，那都是按照国际标准来的啊。哎，你想啊，这帮老外啊，在他们自己国家做个胃镜要10000美元，来到咱们这儿，就算这个国际部收他们2万人民币啊，他也觉得便宜啊，他也觉得捡了大便宜啊。这笔账咱们得算明白啊，他医院也是要运营的，设备呢也是要更新的。你说一台高端的核磁共振仪几千万啊，要是光靠咱们几十块钱的挂号费啊，那得攒到猴年马月去啊。现在好了，这帮洋人送钱来了，他们交了这个高额诊疗费，医院拿来干什么呢？买新设备啊，盖新大楼，给这个医生发奖金，提高医护人员的待遇啊。这一来二去的，这医院的条件好了，设备先进了，医生的干劲儿足了，最后受益是谁呢？还不是咱们这些去看普通门诊的老百姓吗？所以啊，只要守住那条10%的红线，这个事啊，对咱们来说啊，那就是百利而无一害。咱们再往深了去聊聊，这个事吧，它不仅仅是赚钱那么简单，它也是咱们中国软实力的一次巨大输出啊。那以前这个西方媒体啊，天天黑咱们呀，说这个中国啊这儿不好那儿不好，说中国落后脏乱差。现在呢，这帮亲自来过中国的洋人，那就是最好的宣传员。哎，你看那个艾米啊，回英国以后啊，逢人就夸中国好啊，这种口碑的传播啊，比咱们在这个时代广场投多少广告都管用。而且啊，这还能倒逼咱们的医疗水平啊继续提高。你想啊，哎，你要接待这个国际病人，那咱们的医生得会外语吧？咱们的服务流程就得对标国际标准吧？那咱们的隐私保护啊、人文关怀就得跟得上吧？这一来二去的，咱们医院是不是就越来越有国际范儿了？那以前是咱们的医生啊去这个美国进修，学人家的技术啊。我看以后得是这个外国医生啊来咱们这儿进修，来学学咱们是怎么在保证质量的同时，还能有这么高的效率。特别是中医啊，以前老外呢觉得这个中医啊是伪科学，现在好啦，俄罗斯人排队扎针，美国人排队拔罐，这个叫用疗效征服世界。这不仅仅是输出了技术啊，更是输出了文化呀。那等到哪一天，全世界的教科书里啊都开始研究中国的医疗模式啊，全世界的病人呢都把来中国看病啊当成首选，那咱们这腰杆子啊才叫真的硬。2026年啊，这个医疗旅游啊肯定会越来越火。到时候，哎，你要是在这个医院门口啊看到一帮金发碧眼的老外，别慌也别急，你就冲他们微微一笑，心里面默念一句：嘿，来了老弟，带钱了吗？带够了吗？那就进去吧，把钱留下，把病治好，回去好好替我们宣传宣传，这才叫大国国民的气度。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